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东南亚这个地界海军实力，水浅王八多，几乎是完美概括了东南亚各国海军发展现状。对于东南亚海上环境来说，多岛屿所形成的狭窄水道，形成了制约海军发展以及舰艇吨位的最大因素。那么在这个浅水中，究竟有何种舰艇能被称为东南亚第一舰呢？如果要论东南亚第一舰，那新加坡海军绝对榜上有名，因为他们不仅需要保护马六甲航道，维护新加坡的经济，也需要从海上抗击敌人，保护新加坡的安全。在这种双重任务模式下，新加坡海军的海防自然是重中之重。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新加坡军队并不差钱，可以投入相当多的资金，用来开发属于自己的海军舰艇，而最终诞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新加坡海军可畏级护卫舰。虽然中文翻译都叫可畏，但可畏级护卫舰并不是皇家海军光辉级可畏号那种庞然大物，它是一种满载排水量仅为3500吨的护卫舰，但它的科技水平以及武器装备不落后于任何一艘同等吨位的军舰。在1990年经过经济腾飞之后，新加坡上上下下的钱包都变得鼓了起来，军队也不例外。随着这波发财，新加坡海军也决定替换掉自己于1972年服役的海狼级巡逻艇、导弹艇，换装一种吨位更大、综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舰艇。海狼级巡逻艇实际上是西德自用的148型虎级导弹艇改装后的出口版，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被称为 TNC-45。虽然它的对舰火力强大，但适航性不佳，并且缺乏防空火力，是典型的冷战时期导弹艇，除了反舰和便宜之外一无是处。于是新加坡海军展开了一项名为新时代巡逻船的造船项目，缩写为 NGVP。原定的目标是打造一艘1000吨级的小型巡逻艇，初期需求8艘，需要在不超过1998年前开工制造，拥有完备的对空对舰火力，并且要有出色的适航性和良好的人机功效，最起码空调的制冷效果要好吧。新加坡海军不差钱的造船计划自然受到了多国造船厂的关注，包括美国、法国、瑞典在内的多家知名造船厂都参与了 NGVP 项目的竞标。在竞标中，法国人拿出了一个让新加坡海军难以拒绝的理由，法国人把 NGVP 的方案之一现成的一艘拉法叶级。新加坡海军一看这艘带有隐身设计的1000吨级护卫舰，马上就爱上了。可以说法国人占据了天时地利，中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果不其然，2000年3月3日，新加坡国防部正式公布法国的拉法叶级方案正式得标。除了已经给新加坡人看过了自己的成品之外，法国之所以赢得竞标，还有一个关键原因，那就是答应了新加坡所要求的技术转移。新加坡拉法叶级护卫舰被称为可畏级，可畏级护卫舰的首舰是可畏号，将在法国洛里昂造船厂建造，而敲定的6艘订单中，其余5艘都将在新加坡本地建造，这为新加坡制造更先进的护卫舰以及对军舰进行保养和维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拉法叶级赢得了 NGVP 竞标的最主要原因。新加坡也是继法国、台湾、沙特之后第4个拥有拉法叶级的海军，也是目前为止最后一个拥有拉法叶级的海军。可畏级是新加坡海军给予法国拉法叶级针对于自身需要进行改造得来的一型3500吨护卫舰。虽然本舰为拉法叶级改型，但由于是目前最后一级拉法叶级亚型，所以可畏级对比其他先进制造的拉法叶级，不仅技术设备上更先进，舰体外形变化也颇大。外形上，可畏级采用欧洲新世纪常见的平甲板、方舰尾、长舰首构造，舰体为 V 字剖面，长宽比较低，带来了极佳的抗浪性，即使在东南亚常见的台风天也可以正常执行任务。在可畏号建造完成，从法国航行至新加坡的途中，在6级海况的情况下，舰上仅有少数人晕船，稳定性可见一斑。在武器方面，可畏级遵循着够用的设计理念，主炮为一门76毫米奥托梅莱拉舰炮，炮塔采用隐形切角设计，该炮主要用来攻击市距内水面目标，必要时也可以作为防空补强。
副炮拥有2门25毫米 Mk38 Model 2，这些火炮安装在台风武器站上，保持水面射击时的稳定。除此之外，还有4挺 12.7毫米口径的 STK-50MG 重机枪，用来在近距离驱散小艇。导弹方面，作为一艘3500吨护卫舰，可畏级并没有追求垂发的通用性，而是采购了法国海军中较为成熟的垂直发射系统，即席尔瓦 A50 垂直发射系统。这种垂发系统以重量轻和体积小著称，非常适合轻型舰艇进行防空作业，而它的缺点就是缺乏通用性，无法装填反舰导弹或者火箭助推鱼雷。总的来说，算是有舍有得。可畏级上总共拥有4个8槽垂直发射器，可以装填共计32发紫苑15、紫苑30防空导弹。原本预计中，可畏级只会安装更小的席尔瓦 A43，用来节约舰艇吨位，但这样一来只能发射紫苑15，所以可畏级只会拥有点防空能力。当新加坡海军一咬牙一跺脚，换装了席尔瓦 A50之后，拥有紫苑30的可畏级，成为了东南亚第一艘拥有区域防空能力的舰艇。但即使是这样，可畏级也无法避免因为垂发带来的额外死重，于是在32个垂发中，只有2个8槽席尔瓦 A50，而剩余的则是2个8槽 A43。正是因为使用了席尔瓦垂发，可畏级也拥有了使用全套 PAAMS 防空系统的权利。从开机到捕捉目标， PAAMS 只需要20秒，从雷达锁定到导弹开火，系统反应时间只需要6秒。这套系统最多可以引导16发导弹对目标进行射击。在反舰方面，可畏级舰底中段舰桥与烟囱之间的甲板预留了安装反舰导弹发射器的空间，两侧由舷墙遮挡，可避免让反舰导弹发射器直接暴露，从而降低雷达截面积。此一空间总共预留6个4联装反舰导弹发射架的基座，每个基座可安装一组4联装反舰导弹发射器。可畏级在必要时最多可容纳高达24枚反舰导弹，但目前来说，可畏级并不需要这么多反舰导弹，所以目前可见的只有2个4联装反舰导弹发射器，共8发。现在可畏级安装的为美制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据悉，在未来新加坡海军打算引进以色列制造的蓝锚反舰导弹，作为老旧鱼叉的补充。毕竟大家都能明白，鱼叉几乎无法命中任何能还手的目标，而蓝盾虽然战斗部重量比较少，但新加坡海军没有什么需要攻击10000吨舰艇的计划，比如两栖攻击舰或者是航空母舰，所以比较轻型的蓝锚倒也算够用了。反舰方面，可畏级配备2组双联装 B515 324毫米鱼雷发射器，鱼雷发射器也具有隐身设计，在不使用时隐藏于舰体舱门内，需要开火时打开舱门，鱼雷发射管外摆才能开火。鱼雷罐适配意大利生产的 A244S Model 3轻型反潜鱼雷，这种鱼雷是法国和意大利合作的 MU90 黑鲨反潜鱼雷进行改装后的外贸型号，于1998年推出，新加坡海军是其第一个客户。相较于早期型的 A224、A224S Model 3经过不少改良，最大航速38节，平均航速36节，马达以低速模式运转的航速为30节，操作深度介于水下30米至600米的深度，并能在深度10米的浅水域操作。鱼雷上配备一个重42公斤的 HBX3 战斗部，可以有效摧毁10000吨以下的水面舰艇以及任何吨位的水下潜艇。可畏级舰尾设有一座直升机库，可运转一架 SH-60B 等级的中型反潜直升机。 SH-60 海鹰系列直升机能携带鱼雷或反舰导弹，担负反潜和反舰任务。新加坡总共采购6架 S-70B， 每艘可畏级各分得1架，也可以看出可畏级在新加坡海军的地位。比较有趣的是，虽然新加坡海军是从德造的海狼到法造的拉法叶，但实际上海狼和拉法叶都是法国产物。海狼级巡逻艇虽然是德国的148型虎级导弹艇进行改造后带来的外贸型号，但是虎级导弹艇它实际上是法国海军的斗士2型导弹艇。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德海军的143型信天翁导弹艇尚未设计完成，但西德海军又继续导弹艇，所以引进了法国海军的斗士2，并将其命名为148型虎级。它的外贸型号被称为 TNC45型，外贸到新加坡之后被称为海狼级巡逻导弹艇。就此来看，新加坡和法国舰船可谓是相当有缘分。在这个缘分上，由于新加坡海军是目前最后一级拉法叶级护卫舰，所以它上面应用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可畏级护卫舰，其建造蓝本虽然说是拉法叶，但实际上却是沙特海军的利雅得级。它采用非常先进的隐身设计，可畏级采用封闭堡垒式上层结构，
在设计上，上层结构和船舷完全融合，没有分界线，降低了复杂电磁信号在船体分界线上的反射能力。同时，上层建筑以10度的倾角向内收缩，以将海平面来袭的雷达信号反射到空中，从而在雷达上隐蔽自身。在设计上，可畏级还大规模采用了隐身舱门设计，舰艇让各项装备大部分隐藏在舰体舷墙之内，需要时打开舱门使用，不需要时则隐蔽于舰体中，降低了复杂的附加设备对于雷达信号的反射。在设计中最显眼的是可畏级没有采取传统的桅杆设计，而采用了一体式桅杆，雷达和传感器被遮罩在密封的桅杆中，降低了以前军舰设计中因为晾衣架式天线导致舰体暴露的情况出现。可畏级的烟囱结构与船尾楼段的后桅杆融合，除了降低雷达截面积之外，烟囱内部也设有冷却装置来降低热讯号。可畏级在外观上最大的特色就是舰桥极端低矮，除了可降低雷达截面积之外，也能降低舰体重心，进而增加稳定性和耐适航性。但这样设计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上层建筑和舰桥因为需要规避雷达信号采用的低矮设计，这会导致舰桥上视野较低，无法有效感知舰艇的位置，对舰艇指挥造成不便。所以可畏级在增加辅助设备来协助舰桥操作之外，还对舰桥进行了改进。可畏级的舰桥并非像其他传统舰桥一样只在正面和侧面一部分拥有玻璃窗，可畏级上玻璃窗占满了整个正面和侧面，为舰桥人员提供220度的操舰视野。当然，可畏级的隐身设计也考虑到了如此大的玻璃舷窗会更方便雷达信号探测，雷达波会穿透舷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窗框处可畏级进行了吸波处理，同时使用倾斜的窗框和玻璃镀膜设计来尽量避免大面积玻璃对隐身性能造成不利的影响。总的来说，可畏级的雷达反射面积据新加坡海军宣称约等于一艘400吨的渔船。可畏级在电磁软防御方面的优秀也影响到了它对于硬杀伤的防御方面，当然这也是拉法叶级一贯注重的地方。在可畏级的设计中，对于导弹或者炮弹的杀伤具有非常强悍的抗沉性能，舰体与船楼都采用高强度钢板制造，舰面甲板到水线之间采用双层船壳，面积达77平方米的战情室位于舰桥下方2层的甲板，而不是直接相邻，可降低在单一攻击中同时被破坏的几率。舰体结构可抵挡水雷震波，舰桥战情室、轮机舱、弹药库等重要舱室周围都安装100毫米厚的钢板，减少武器破片杀伤的威力。此外，舰上的主机与传统系统分置于2个各自独立的主机舱中，一前一后独立布置，除非同时击中2个主机舱，否则同时瘫痪或者同时受损进水的几率极低，也避免了在第一波打击中全舰瘫痪变成活靶子的情况。最后，可畏级还为最坏的情况做了准备，舰上拥有完善的核生化加压滤镜系统，全舰分割为数个各自独立的核生化加压舱区，即使在核打击面前，只要不被直接击沉，就可以幸免于难。对于可畏级来说，东南亚第一舰和最强拉法叶并不是虚名，可畏级自身的先进程度，即使是在世界轻型护卫舰领域也是前3的存在，更不用说外贸拉法叶比法军自用的拉法叶更先进的事实。从舰名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海军对这级舰到底给予了怎样的厚望。可畏级总共6艘舰，可畏号舷号68 2007年5月5日服役，无畏号舷号69 2008年2月5日服役，坚定号舷号70 2008年2月5日服役，不屈号舷号71 2008年2月5日服役，坚强号舷号72 2009年1月16日服役，无比号舷号73 2009年1月16日服役。熟悉海军历史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出，可畏级护卫舰的舰名基本照搬了英国皇家海军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主力舰的舰名，新加坡海军的希望也由此可见一斑。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开始规划扩充舰队实力，将海军的作战范围从近海拓展至远海。为此，新加坡海军决定构建一支以护卫舰、柴电潜艇、大型战车登陆舰为主的部队，在航运繁忙的马六甲海域发挥十足的制海能力，同时具备一定的远洋战力。而可畏级就是这个计划中的重中之重，可畏级也没有辜负新加坡海军的期待。他在诞生之后执行了相当之多的演习以及实战任务。2008年6月27日至7月31日，坚定号首次参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海军多边演习。参加演习的有来自10个国家的2万名人员，超过35艘舰艇、6艘潜艇和150多架飞机。在这次演习中，坚定号于2008年7月14日向一艘退役的美国海军军舰发射了一枚鱼叉导弹，并与一支美国海军舰艇特遣队在海上加油。参与这次演习
企业验证了 RSN 进行持续海上行动的能力。2012年9月，新加坡海军部署了无畏号和一架 S-70B 直升机，参加了151联合特遣队在索马里开展的反海盗护航行动中，这是可畏级护卫舰和海军直升机在亚丁湾开展反海盗行动的首次作战部署。随后在2014年3月，新加坡海军第二次部署了一个由不屈号和另一架 S-70B 组成的特遣队，这是新加坡武装部队执行的第5次此类任务。当然，如果说上面还算小打小闹的话，下面这个可畏级的消息可就是有点整蛊了。2021年7月26日，无畏号与英国第21航母打击群的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及其护航舰艇进行通航演习，这是无畏号首次与英国航母打击群进行演习。不知道如今日薄西山的皇家海军在看着使用自己最经典的无畏舰名的可畏级护卫舰，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视频见。